所以高晓松，我跟你讲，我们辩论的立场并不是认为门当户对这件事情摆在爱情之上。我们的立场是，当爱情同样的时候，我们比较愿意考虑门当户对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是要在天平上面放说你要了门当户对，你就没有爱情。辩论题目不是这样定。不是啊，所以我们辩题目是当我们都有爱情的时候，门当户对重不重要？我们这一方也没有反对门当户对，我们是说爱情。所以你不要再拿每个领域都有王八蛋真心来讲，全世界到处都是王八蛋，所以不能拿这个东西再当理由。好，我们让香香说一说，但是希望她根本不会干扰到你，她只是在发表她的见解。我希望我干扰到他们，好不好？啊，我觉得婚姻也好，爱情也好，不要太在乎门当户对，因为婚姻的不幸，还有爱情的不甜蜜，来源于很多的原因，不仅仅是门当户对。比如我们刚刚说的教育的背景的问题，还有两个人是不是够相爱，能不能经得起一些考验。比如说类似于我们上一期发生的什么爱上朋友的朋友了，这种事情太多了。那不仅仅是单一的归结为是不是门当户对的问题。刚才你们讲的一些什么父母之间发生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好像是我小的时候看的一些童话小说里的一些有钱人家里的那个妈妈就是那个样子，很瞧不起普通人呐，很刁蛮呐等等。然后普通人呢，平民呢，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低人三等的感觉。我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不是这样的去衡量，不简单的用金钱去衡量啊，有很多的方式去衡量你的所谓的门当户对的标准，现在也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相爱的话，真的不要想那么多。如果想的太多的话，也许幸福就从你身边错过了。我最后提醒一件事情啊，我就不再辩了，我纯粹是根据这个刘思达的状态想讲的。我有一些杰出的朋友跟你的条件一样好，然后他们靠着自身的努力获得了别人的认可，他们嫁进了一个跟自己的社会地位很不同的家族里面去。他们当初怀抱着跟你一样的想法，觉得凭我自身的努力，我赚我自己的钱，我嫁进去之后，我一定会受到肯定，我不会受到公婆的歧视。好，他嫁进去之后呢，这些人嫁进去之后分别有一些不同的发生点啊，比方说你有妯娌啊，你有姑嫂。妯娌呢，比方说你嫁这个人的哥哥也娶了一个女的，可是他娶的是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啊，跟那家人地位非常的相似。然后呢，就发生了这个妯娌就整天在后面瞧不起他啊，就是这个妯娌本身常常就会挑战他的品味也好，挑战他对爸爸妈妈孝敬的程度也好。比方说现在过一个节日，这个嫂嫂，这个弟妹好了，这个弟妹拿出来的礼物是一份人参，然后你呢送出来的礼物可能比这差一截，所以那个压力会在。我不是要跟你讲说你不可以嫁进去，我绝对祝福你，随便你嫁。像那个小子他留澳的啊，留澳之后又自费飞到我们节目来参赛，就家里肯定不错的。所以可是那个送礼物的话，老公出钱就好了。所以就是说，先生应该要帮助弥平这件事情。对呀。可是他添了一些麻烦，我只是跟你说会有一些麻烦。我希望刘思达有心理准备，就有一天他凭着自身努力嫁进了豪门的时候，他要知道还是会有几根箭射在他的背上的，他就要有能力疗伤。我也帮你提醒刘思两句，你嫁进了门当户对的那家里头，也会有妯娌，也一样也会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会发生，是一样的，一样。我也提醒你，我们这节目如果认同你这个标准，就是什么领域都有王八蛋，我们做到这一集就不能往下做。大家相爱就好了，所以说大家相爱就好了嘛。刘思达，我要提醒你两句，你以后再把你自己的故事搁到这个节目现场来，就会变成一个豪门恩怨的故事。好，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的结果是60比40，正方胜3票。现在是反方将有1个人出局，反方3人分别是饼干、刘思达和潇潇，请3位写下你们的意见。我好后悔刚才没有说出重量级的那句话了。对，就是《红楼梦》啊，人人门当户对的《红楼梦》里，是吧？发生了多少烂事儿？
我好后悔。现在英国皇室也不讲门当户也不对啊，对不对？讲都不讲一样的很多对平民啊什么的嫁入皇室。我居然没有把《红楼梦》说出来。票已经锁住了，两位爱讲多少就讲多少吧，尽管讲，尽管讲。好，请每一位都扣下题板，然后康永哥先说说理由。现在我写在白板上这个名字是你们3个人当中的一位，然后我写下这个名字有点，我倒是觉得很艰难，因为其实你们3个都非常的有特色，都很棒。那我选这个人只是因为他的另外2个同伴很强，所以我只好写了这个名字。香香，特别不愿意干的事儿，知道。我退出行吗？那也说完了再退出。说完了还要退出，把人得罪干净了再退出。我觉得每个辩手都很厉害，对，真的是有备而来的，每个人讲的都有理有据的。有的时候也会让我自己回去好好的深思一下。那刚才我讲了，在舞台上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气场，和你有没有把之前准备的东西很完美的在这个舞台上表现出来。那我觉得有一位选手可能相对于别的选手来说稍微弱了那么一点点，所以我就写下了他的名字。好，2位都已经说到了一样。来，3位请亮题板。节目由波走寻常路的国民大品牌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一定要下载爱奇艺视频看奇葩说呀！登录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榜，支持你的话题观点。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跟我们互动。微信添加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来，3位请亮题板。饼干和饼干。奇葩说，我们就是传说当中的马小强。我们真希望大家节目结束之后就把我们这个组合给忘了。那么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辩论的题目，在辩论题目之前，我先挣点钱。欢迎大家收看由不走寻常路的国民大品牌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的《奇葩说》。同时，我们也感谢对我们节目进行大力支持的高情商、高智商的吉普自由光，还有一个是喝了就会活到99的莫斯利安。今天就喝好，谢谢以上这些给我们出钱的大金主。让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风靡全球的韩剧里，我们无数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霸道总裁迎娶了女汉子，感动了多少电视机前的家庭主妇；长腿欧巴看中了灰姑娘，让多少少女看到了希望。咔，停！这是不科学的。中国人几千年来都讲究门当户对，结婚不讲究门当户对，不是七仙女就是朱丽叶，所以最后他们都悲剧了。拜托，我们只知道灰姑娘嫁给了王子，却不知道灰姑娘从此以泪洗面。所以门当户对很重要。文成公主嫁给土方国王松散干部，那日子过得比小苹果还滋润。不过有人认为结婚是2个人的事儿，是不是门当户对不重要。如果结婚讲究门当户对，就不会有杰克和露丝感天动地的爱情了。如果结婚需要门当户对，灰姑娘戴安娜就不会嫁给查尔斯王子了。总之，门当户对也好，门不当户对也罢，都有喜剧悲剧。所以诸位看客，你结婚要在乎门当户对这件事吗？我呢是长了一张贱人脸，刘思达呢长了一张绿茶婊脸。我们一定要一个阳光正能量的脸，让我们这边看上去不那么恶心。饼干上一场也没有怎样啊，就可能他在台上的状态会更好一些。这边是潇潇，好害怕他。潇潇，不懂哎，我是用我自己的节奏，可是他会弄到我很紧张。他不断的在事前已经预警，然后会在场上用一种就是一般人会用的语调来呼唤我，或者是叫我，或是不断的挑逗我跟他说话，可能会打乱我本身的节奏。今天晚上可能包括他们都会觉得我一定会用我的撒娇、我的一些小手段、小可爱去搞定如今。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连碰都不会碰他一下，碰都不会碰他一下。具体怎么样，看节目吧。这边是颜如晶和花溪，自由意志选择的是正方，你们认为会在乎。潇潇、刘思达和饼干选择的是不会在乎。哦，好，我们现场100位观众，你们想想，结婚你在乎门当户对这件事吗？来，请按键。
我们这时候正在用电脑、正在用 Pad、用手机来收看《奇葩说》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在你们的移动端上来选择你们的立场。然后香香，我想问一下，你跟王岳伦算是门当户对吗？看你怎么看。我觉得他配不上你。我觉得他们俩按身高来说挺门当户对。不，这个门当户对要看你怎么觉得。比如说，你说是衡量这个银行里的存款的数量，还是说爸爸妈妈的工作，对吧？他们的那个出身，还是衡量你的名气大小，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觉得从这几个指标上，他都配不上你。但是我就是爱他呀。啊！我就觉得我特别配呀。被他赚到了。那我想问一下，你看你女儿今年5岁，5岁，对，再过2年她就要结婚了。谁说？真有其他的。你女儿几岁了？我女儿6岁已经结了。这么晚才结婚？就是，如果她7岁的时候结婚，你会7岁人不可能结婚。作为妈妈，你会在意门当户对这件事吗？其实我觉得作为父母是比较在意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话，其实就无所谓的。啊，自己随便。不是随便，就是喜欢就行。对，愿意跟他在一起就行，不会管那么多。但是真的反过来说，我现在是 Angela 的妈妈，那我可能站在妈妈的角度，我可能就会想得更多一点。那如果 Angela 选了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她跟你争取说我就是爱，对呀，那你是不是就让步了？比如她居然有一天选择了嫁给高晓松的儿子，这无法接受吗？高晓松有儿子吗？目前还没有，所以你省去一大危险。但是如果她想嫁给的是高晓松本人呢？哇！做梦吧你！做梦吧你！人家说了，人家就是爱，做梦吧你！人家翁帆还嫁给杨振宁了，人家说了就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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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这个显然门不当户不对啊！高晓松肯定不行啊，这样就说吧。哎，你们不能机会了。我们今天讨论的并不是年龄的差距。高晓松跟他的女儿算是门当户对啊。喂！我觉得可以吧？不行，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吧？不是，年龄相差太大。节目结束之后，你好好想想。那个都已经进入老年时期了，对吧？都快进入老年痴呆了。节目结束之后，你好好想想，跟岳伦商量一下。咱们继续往下进行。对，这个话题必须都说清楚啊，免得你们断章取义剪成宣传片，那我可受不了啊。不过本来那个你自动放弃吧你。放弃。我们本来就要跟议长大人约好，就是门当户对的意思不包括年龄的差距吧？对，不包括年龄差距，是社会阶级。20嫁给80或者20娶80，不含在门当户对这件事儿。这件事只是门户之见。是。门户之见。我们刚才看一看现场，本来刚才是56票对43票，我们的 Angela 跟高晓松一举例子变成57票对43票。讨厌，有一个人在乎了。对，有一个人会在乎啊。好，那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要请2位队长来选择。这次先请康永来选。势均力敌。我可以先选吗？对，你可以先选。这次你终于可以先选。哦，太好了。不会在乎。我在上一场已经表达了。连朋友的恋人只要爱都冲上去了，你说我会表达我在乎吗？那我跟你说，对，我在乎。好，太好了。你不在乎你在乎，我在乎。你在乎吗？不在乎。那我在乎。那我们就从少数的反方开始。潇潇，你请。说真的。刚把这个辩题拿到手上，我看到我们的持方，看到我们双方的选择的时候，我有一些震惊，或者说我有一些心痛，因为那个简单、纯洁的，像白莲花一样的女孩，我的宝贝，如今竟然选择坐到了我的对面。虽然马东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但是现在我不想辩论，因为我觉得你是也要表白吗？没有。我觉得我现在要对一个思想即将误入歧途的少女进行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宝贝，
宝贝，你看着我，宝贝，你不要躲，宝贝，宝贝，你看着我，宝贝，你不要害怕，你看着我的眼睛，宝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谈过恋爱，没有，但是我有，我知道爱一个人和被爱是什么样的感觉。当爱情来的那一刻，这个世界真的是无与伦比的美好。宝贝，我相信有一天你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男孩，他叫阿明，他没什么钱，但是他非常的爱你，他每天愿意骑车送你上班，他每天愿意亲手为你做你最爱吃的香饼，他甚至每天会把洗脚水端到你的床前。当然，阿明对你们两个的未来也是有想法的，他一直在努力，终于有一天，他攒够了足够的钱，他花掉他所有的积蓄，买了一枚戒指，跪倒在你的面前，对你说：“如今嫁给我吧。”然而这个时候，原来他会用男人声你音拿起这个戒指，你突然发现 ，Oh my God， 这个戒指上的钻石竟然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这个时候，你突然意识到，我的妈呀！我跟阿明门不当户不对，我们的价值观也不一样，我们的消费能力也不一样，我们有太多的不同，我们这也不一样，那也不一样，那这条爱的路，我们要怎么继续走下去？就在你的人生茫然失措的时候，你的父母为你介绍一个门当户对的男孩阿凯，你也就为了门当户对这4个字和阿凯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你怎么那么乱呢你？因为有钱，所以任性。阿凯也很爱你，阿凯每天会帮你叫香饼的外卖，他每天会叫司机送你去打工。阿凯知道你爱泡脚，甚至买了一个红外线可以足底按摩的洗脚盆给你。但是这个时候，你已经发现，你再也找不到和阿明当初那种简简单单一起吃苦的幸福了。所以，宝贝，你是一个聪明的女孩，一点就亮，一拨就透。答应我，做回我心中那朵简单、纯洁的白莲花，好吗？答应我，好吗？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我连碰都不会碰他一下，碰他一下，碰他一下，碰他一下。如今嫁给我吧。谢谢大家。哎，我们得了几票了？刚才是43比57，现在得5票，得7票，得7票，8票。不对，我乱了，我数学跟倪萍是一样的，你让我算算。将近1个亿吧，现在是。吴京，我知道你想打一打，我也想替你打一打。泼硫酸我都帮你。你请。宝贝，想想阿明。妹妹。想谁啊？宝贝。阿明好。其实拿到这题目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门当户对应该 care。因为他觉得我是因为看那个放大镜是吗？放大镜看那个戒指的时候，觉得它不够大，所以我不要阿明。可是除了门当户对，讲的是什么？是结婚嘛？结婚是2个人的事情吗？是2家人的事情。我喜欢阿明，代表我妈妈喜欢阿明吗？代表我妈妈会喜欢阿明的妈妈，我的爸爸会喜欢阿明的爸爸吗？他们都要在一起啊！只要不，所以你们怎么让我讲？你只要确定你的爸爸不喜欢他的妈妈，而他的妈妈不喜欢你的爸爸，这事儿就好办。你看，大家都没有想过，你
结婚不只是你要喜欢对方，你的家人也被迫的在法律上跟他成为了亲家。你们两家人在一起，我没有谈过恋爱，可是我妹妹有。她找了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阿凯，对，阿凯。这样当然理所当然，我们要去他家吃饭。你知道阿凯的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吗？在马来西亚，为了凸显自己地位高，大家一定很肤浅的把头发弄高。虽然我们头发特高，这时候我妈妈又怕。这样我的头发会不会太低？这种小事情也要先比先，就把头发也弄得很高，啊，都变成辛森一家里边那个了。就如果你看他的头发特高，你就知道哦，贵夫人高贵。我们去他家吃饭，他没有开餐给我们，为什么？因为他说不懂我们的口味。你们贫穷人家吃的他不懂是什么，就干脆不上了。叫我妈头发弄得很高，坐在那边准备吃饭的时候。没有饭吃，然后这时候我们本来要称呼他们嘛，我是一个有礼貌的小孩子，本来我想去称呼他阿姨还是伯母之类的，但是他说我是拿督夫人，哇，华人做到最高的爵位，对，拿督夫人，我是拿督夫人，所以我跟我妈要这样，拿督夫人你好，我不 care， 我妹可以不 care， 可是我妈这样子，拿督夫人你好。这是怎样？我们是去上香啊！所以你这时候，如果你是我妹妹，或是你是我，你会怎么想？你还想着阿明吗？阿凯吗？你还想着门当？你还想什么？你只会想到你妈妈。为什么他们要去供奉？所以你可以不 care。可是你要记得，你结婚的，你妈妈、爸爸也要跟他们交往、沟通的。如果门不当户不对，要我妈受委屈，我觉得我宁愿选下一个，让我爸妈不会委屈的人。选择了阿凯。我不懂阿凯还是阿明啊，你强加给我的男友。总之，我觉得门当户对这是要考虑的。谢谢。现在这票数是什么结果呀？我方输了是吗？对，现在是这个正方领先69-71，他是从57加到70、71了。是57开始的吗？ 57开始，现在靠近1亿了啊，靠近1亿了。思达还有表白吗？哎，你不要拿这种事开玩笑好不好？我会生气的。那怎么办？怎么办？那说呗。思达，你真的，哎呀，我真的替你操心。你上一轮你要想包浆浩有没有女朋友，这一轮你要想包浆浩他们家是干嘛的？对啊，所以要听好好说啊。就听完这个缠绵悱恻的三角恋故事，我也有在想了。其实我觉得我嘛，之所以会现在落得一个就是房租水电交不起，没有男朋友，而且欠一屁股账的这个境地，完全是因为我咎由自取了。但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如果真的到谈婚论嫁的时候的话，我觉得作为我这种积极努力向上的大众甜心，应该不管是阿明还是阿凯还是那个谁还是。whatever， 就是都配得上吧，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这个门当户对这4个字放在几十年之前的话，应该可能还有一点用，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社会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这个社会，我们放眼望去一片祥和，岁月静好。那其实我们现在都是本着一种公平交友的原则去自由的恋爱，所以门当户对就是个屁呀！这里的话，我想对我未来的老公说一句：冲哪儿说呢？哎呀，我可以理解，别搞了，别搞了。啊，那我要对我未来老公说一句啊，就是既然我们茫茫人海中选择了对方，要认定跟对方走下去，我也会认真的履行一辈子无论荣华富贵，无论生老病死都你若不理我就不弃的原则。我相信只要我们够爱对方，我会积极的配合你去处理各种各样今后我们将遇到的矛盾。所以说有爱一切都是 anything is OK。然后另外我还要对我未来的公公婆婆说一句，那其实哪怕现在呢我家境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要向二老保证，我一定会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爱你的儿子，疼你的儿子，照顾你的儿子。我一定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我们携手的努力，把我们未来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相信我一定会做得到的。又表白一回，这回去。二老放心，二老放心，一定会好好努力的。你是今天非把这事儿办了吗？还是怎么？那你不管啊，反
反正我就要这么说，哎，就这样，对，就这样。真不错，你掰回了5票。好，花溪，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他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叫做爱情和结婚。你爱情你 care 不 care 门当户对，我连你 care 不 care 性别我都不在乎，性别物种你都可以不 care。但今天是结婚，我们家如今也说了，结婚是2个家庭的事情。离婚律师大家都看过，其中有一对那个男主和女主我记不得了，但是他们有一个场景，那个男的出轨，结果被抓包了，然后他们几个坐在一张圆桌上吃饭的时候，从农村来的父母坐在那里，家境非常好的2个人坐在那里。他们不是故意趾高气扬，那2个也不是故意卑躬屈膝，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就是直不起腰来。你觉得这种事情怪谁？难道就是真的因为那2个小孩子的爱情值得父母卑躬屈膝吗？值得吗？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结婚要不要 care 门当户对，结婚还有你爸妈的事情。亲家这个东西是唯一一个不靠血缘的法定亲戚，是你帮你父母挑亲人，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结婚要 care 门当户对，就是说，在追求浪漫美好的爱情的故事的同时，想一想你的父母啊。好，饼干，首先呢，我要先确定一下，花信是男人吗？你是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比如说我们可不确定啊。爱上，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一个男人，我要是爱上了如今，他的父母要告诉我说要求门当户对，那作为我应该怎么做呢？当然就是努力，再努力，对不对？不要说这种不雅的姿势。所以我会继续的去配合他的父母，达到他们的要求。但是你会问，如果作为一个男生的角度，我 care 不 care 门当户对呢？当然我不 care， 为什么？因为我爱一个女人，我就应该去给她最好的东西，我去呵护她，达到她想要的东西。如果当我在口口声声说我爱你的同时，请问你和我门当户对吗？我觉得这个不配做一个男人，他甚至没有资格去谈恋爱。好，你问我是不是一个男人好？大家想一下，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它那不叫爱情，是占有。今天如果如今嫁到他们家去之后，他们家嫌弃如今是个马来人，天天给如今给马来西亚人，哪儿简称马来人？自删，就天天给我们家如今气手，把我们家如今这么可爱一个圆润的小姑娘给气成了一个林黛玉。他还说不，我爱你，你千万不要离开我，死都不跟你离婚，我也不 care 门当户对，这不叫爱，这叫折磨，好不好？花溪，你现在还是一个大学生，说些话别光想着火呀！我跟你说，你还是要随口转发一点正能量嘛，没有错。如果我们的女朋友 care 门当户对，作为男人，我们可以去努力。但是你作为一个男人，你要求你的女朋友说，哎，我不能跟你结婚。因为你爹妈没有达到我的标准，你是一个男人，说得出来这话吗？现在有多少看节目的女生对你讲爱而不敢爱，仅仅是因为你说了你们的父母达不到我们家的标准。Be a man，OK？、好，如今，不是你的爹妈达不到他的家的标准，是我也有爹妈，你只想到你爸爸的妈妈，我的3个人怎么这么乱？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总爱用我来做例子。直接站起来说。我也有爸妈，如果我爸妈不喜欢你爸妈，难道我叫他爱上你的爸妈吗？你叫他，我会跟我爸爸说，你做个男人可以吗？怎么看不起别人？真心而且做不到。好像饼干说的嘛，他要努力。我们看不起的，哎，不是我们啊，我没有啊。看不起的可能是不只是饼干，还有他整个家境。这时候他爸爸70岁，他还要努力让他的媳妇的爸爸妈妈看得起他。饼干，你的爸爸70岁了，你这样子对他，你说你为了女人，这样他又要忍哦。所以我今天不是不要传递正能量，我是告诉你，在你想着你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想一下养你的爸爸妈妈。刘思达，但我想很现实的问现场的各位女生朋友们，如果说你们的爱人跟你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他突然告诉你 ，Oh my God， 亲爱的，我不能跟你结婚，因为你们家的银行户头上比我们家少了几个零。所以你们这样的男人敢不敢要？你们觉得就说一句，这样的男人你们还敢不敢要？这是因为是觉得自己瞎了狗眼爱错了人。这是好，如今你稍等一下，来，如今你稍等一下，关于刘思达的问题。包浆浩，包浆浩，你先想清楚，你是屁股决定脑袋还是脑袋决定屁股啊？作为一个有素养的辩手，必须告诉大家，我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他们从头到尾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叫真爱无敌。你凭什么阻止我啊？哇，这个爱情的天雷勾地火太可怕了，所以一切东西要为了让步。反过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今天你爸妈在想给你创造更优越环境的时候，非常辛苦打拼。你告诉我他们凭什么这么辛苦？到头来你要选择跟谁结婚了。
很有可能面临的是你爸妈还要在他们的亲家面前继续低头，继续叫他们什么博都夫人，继续要把头发梳得高高的。哎呀，我头发比较高啊。那在这样的时候，你选择你结婚的对象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在乎他们？这才是我真正想问凭什么的地方。我来替我方先说2句重要的话，因为我怕耽误时间在这中间，我先把一个重要的方向说清楚。这一方一直在说，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所以碰见了的人，碰见了一个极了的拿督夫人，啊，所以非常生气，碰见了一个极了的对方的父母，但是实际上。门当户对的对双方父母里人的比例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自己生在一个，当然大家说哦，我生在一个很高的家庭里，我见过这样的家庭互相的婚姻里边，那个极了，双方都是大学校长，双方都是大教授，哎呦，那里边那互相的看不上对方等等。我也见过双方都是屌丝的家庭，最后为了让你们家办辆车，这个婚礼到底谁出半拉钱，门当户对啊，都是屌丝啊，打作一团，所以绝不能偷换概念说，哦，就是因为我碰见了门不当户不对的里边那个人，所以门当户对是对的，门当户对里的对方的比例跟门不当户不对是一模一样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2个人爱不爱。这2个人坚定的爱，两边父母都会妥协，这两边父母都会尊敬对方。为什么尊敬对方父母？因为我爱的是我的孩子，只要你们真心相爱，我们就会尊重对方的父母。如果你们俩上来就告诉我说，为了门当户对，我们要跟对方跑，我们不是为了爱情，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门当户对。父母还说了，我就没见过正好准的门当户对。我小的时候，对，真的是。教授还分1教授、2一教授呢。我小时候谈恋爱，我妈还给人写封信，说你们家这教授没有我们家这教授高，可不是吗？气得我要死。所以没有准的门当户对。刚刚讲的是令堂大人的故事啊。啊，不，我妈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妈那时候脾气比较大。我就是说，不，所有的人的比例是一样的，就看你们俩相爱不相爱。好吧。好，小松的结论就是全是王八蛋。马薇薇啊，高老师，我特别不服你这点，你知道吗？什么意思？我们这边从头到尾说的都不是门不当户不对的人性格差距会特别大，不会。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什么意思呢？哪个阶层都有相应比例的王八蛋，他们百花齐放，种类各异。好，我们说的是。我们尽管王八蛋跟王八蛋相遇的时候，如果地位匹配，大家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和歧视能力是一样的。什么意思？歧视能力。你有钱，我有势，我看不起你只有钱，我看不起你只有势，所以大家撕起来的时候势均力敌，你知道吗？我爸妈不会因为我资源特别少而卑躬屈膝。可是我们可怜的如今，像白莲花一样的如今，别使那么大劲儿拍人家。为了不知道你们那个阿凯还是阿明，莫名其妙的要去给人家上香。最惨的不是那个拿督夫人是个坏人，是她真的是拿督夫人，明白吗？她就算人品超好，她高贵冷艳。他妈妈还是要去上香，因为这就是社会地位决定的，跟人品没关。我说句不好听的，假设我有小孩，假设我小孩那么幸运能够跟李香女士的小孩在一起，不好意思连累一下你 ，OK？ 好，李香女士人超好，对不对？你们家也不会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可是说实话，我跟他社会地位的差距。不管他人多好，我天然见他矮3分。这是跟性格、跟人品、跟王八蛋种类无关的。高老师，你扭曲的才是这个社会赤裸裸的现实。是你扭曲，是你觉得你就比人矮3分。对，没有多少人像你一样，为什么就比李湘矮3分呢？我跟你讲，这是控制不了的事儿。是你控制不了。大部分人心理素质没你那么过硬。不是，马薇薇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刚刚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个2个相爱的人在结婚，
感觉是两个人相爱是两家在打架，哎，就是来拼，我们家有钱，你们家有势啊，我们家怎么样？其实他其实最单纯的，我觉得特别认同这个小松的说法，就父母永远是包容孩子的，只要你幸福你快乐，我愿意忍。那就说你说的这个地位悬殊的问题，那可能家境比较好的人，他愿意把女儿嫁到你们家里去，他也是在一种忍，他只要两个小孩幸福就可以，那你们家有什么不可以忍的呢？所以就没有必要在结婚的时候或者两家见面的时候什么又有什么上香啦，又什么来这一招，我觉得那只能说明两个小孩还不够爱，还不够爱。说得好。我特别开心，我们的奇葩说是90后大部分人看的节目。我觉得作为90后的年轻人的我们呀，还是要稍微注重一下浪漫的。毕竟我们这么年轻，如果一上来就非常世俗的一定要门当户对的话，我觉得我们心里面的一点点已经死了，所以也不应该是太过分关注。如果要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呢，门当户对其实对社会进步非常大的一个阻碍。在过去，比如说非常强大的罗马社会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它明令禁止，不允许阻止贵族和平民间的结合，所以这个社会就强大了。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在强大，是因为我们在把这个去掉。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吧，如果真的要门当户对的结婚的话，那周杰伦应该娶的是蔡依林，而现在周杰伦娶的是昆凌，对吧？所以我对门当户对就用蔡依林的歌词来去总结，就是呸啊！好，谢谢。哎，等一下，为什么蔡依林哪波的？不是，为什么蔡依林是门当户对，而昆凌不是门当户对？你的这个门当户对的标准是什么？对，这个标准肯定就没有完了。我觉得就是按名声来讲的话，他们两个是比较在一起的，对吧？如果这么去想，那你的意思，李湘跟王彦伦就不门当户对？没有额外影射，没有额外影射。很多东西可能是你看不见的。对，我真不理解。对，你看不见的。对。我很惊讶，我这一对一直在爸爸妈妈的事情上面打转啊。我印象中的门当户对是包括了自身的教育阶级、文化背景啊。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提到，我很惊讶。可是我的亲身经历呢是我有一些留学回来的朋友，他们的社交范围常常会要招待他们在国外所交往的讲英文的人。所以那一桌聚会的时候呢，就是他为了礼貌，他作为主人，他就是跟这些美国朋友们讲英文。那他的另一半没有受过外国教育，没有受过英文教育，所以他没有办法融入这个谈话中。所以大家都惜伴参加的时候呢，他惜的这个伴是整个晚上都坐立不安的，他只能够干笑。他连别人问他说，那你是哪一年生的？用英文问，那他听不懂，只好回答说是啊，就是发生这个状况。所以到后来呢，他就只好不惜伴参加了，他就自己参加比较自在一点。事情发生的次数多了呢，他这个伴侣就渐渐觉得被冷落。他的伴侣可能喜欢跟自己另外一群死党一起讲一些粗鲁的题目，不要聊世界大事，不要聊上流社会的事情，不要聊艺术圈的事情，他要讲一些明星的八卦，他要讲这个酒有多好喝。他们只想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不想带他的另一半参加，因为他另一半觉得这些话题很无聊。所以我们所说的门当户对，不必限制在所谓爸爸妈妈那一辈的冲突，而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谈恋爱的时候一切都很浪漫，对，结了婚之后，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的相处都意味着你们会越走越远，还是越走越近。夫妻为什么爱得那么的热烈，可是结婚之后会渐渐的关系变冷淡呢？那是因为他们能够交换的话题越来越少。所以很多夫妻不是不爱对方了，是他们的社交圈无法融入。这是你想想看，你们如果25岁结婚，然后你要到75岁，这50年当中，真是算数不错哈，就是50年当中，你们要营造多少能够沟通的话题，这个婚姻才能够维持得下去。如果双方各交各的朋友圈，会维持得非常辛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是不要往爸爸妈妈那一方面延展，而要往儿女方面这一方延展。你们结了婚之后要教育小孩，你们教育小孩的理念来自什么东西？来自你自身的教育背景。你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你会怎么样教育你的小孩？如果你跟你的伴侣对于教育小孩的态度天差地远，你们会教得很痛苦。
所以我认为的门当户对根本不用往爸爸妈妈身上扯，就往你们身上扯，往你们的下一代身上扯，就够你们头痛了。这是我希望提醒你们的事情。你们再不加油，就我来跟蔡老师辩论了。就直接吧，就直接。让我说，让我说，让他们先来。不是，其实刚才呢，康永老师说了那么多婚姻会出现的问题，其实就算我们门当户对，我们也会出现。他只是套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帽子，就好像刚才说我们说门当户对，有一种情况叫寒门出贵子，有一种情况叫做书香门第，这两个门不当户不对吧？那他们可能教育背景什么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思想可能也在同样的一个高度。但是就是因为门不当户不对，难道你要阻止他们的结合吗？小松吧。OK， 康永哥说的那些我也经历过，对我见到过很多一开始不能讲英文的，但是因为相爱，1年以后我吓一跳，他真的我还见到我在摄影，我自己的摄影师娶了一个 BBC 的记者，BBC 记者是个英国人，一开始他确实是很尴尬，你说的很对，但是他迅速的努力，这些都是爱情是最重要的，这些都是能逾越的。1年以后去的时候，他在那儿谈笑风生，在那里。那如果两个人没有这种真正的相爱，愿意融进对方，即使受过共同教育背景，教育背景越一样，打得越厉害，是吧？俩人都是博士，可了不得了。在这儿说，这客人还没说话，这客人刚说一话题，这个夫妻俩打起来了，说：“哎，我也是博士啊！我告诉你，你这事儿不能这样。”